别再浪费时间了，你还在花几天几夜去建一个网站吗？那么你还在为了做个网站装插件、找插件找得头昏眼花吗？小鱼儿也做过几十个网站哈，这些坑我全部踩过。但现在呢，有了 AI， 你只需要花10几分钟，甚至是一句话啊，就可以制作出一个超专业的一个网站。今天呢，小鱼儿就来手把手教你用 Hostinger 这个 AI 神器呢，来轻松搞定一个网站。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网站建设。那在这里你也对做网站感兴趣，或者想要学习做网站的朋友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点赞收藏。当你不小心划走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在你收藏的列表里面找到。Hostinger 最近新推出了一个 AI 网站生成的一个神器今天我就用这个来给大家演示。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购买链接呢，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大家可以去找到链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我们想要使用这个 AI 建站神器呢，首先我们需要先来买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服务。大家打开链接之后呢，就会和我一样来到 Hostinger 的一个首页。英文不好的朋友，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切换成中文。我们点击左上角，点击右上角这里语言，把它切换成一个中文。切换成中文之后呢，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看到这里主机托管加 AI 建站助手，最高可享75%的折扣。你的想法在互联网上成为现实。最近 Hostinger 的 AI 建站呢，它推出了一个新的那么最近 Hostinger 呢推荐了新的一个 AI 建站助手。这里说的 Hostinger 我不得不推荐一下，因为 Hostinger 呢，它是一款国外非常主流的网站服务器提供商。也是 Woofers 官网推荐的一款主机提供商。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评分呢，基本上是5星好评。那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呢，它目前推出了有3个套餐计划。中间一个可以看到是最受欢迎的，左边这个呢我就直接不推荐了，因为它是每周备份，这个对做网站来说呢是大大不利的这个我们就直接 pass 掉。我们就看一下后面2个套餐，并且第一个选择了它基础的，它里面也不带一个 AI 建站的一个功能。我们看一下中间的这个套餐里面呢，它是可以在里面呢最多可以搭建50个网站并且有50 GPT 的一个储存。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 NVM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网站的速度呢，访问速度更快它可以让我们的网站访问速度变快。如果说你想要一个长期制作网站，并且想要长期稳定的大家还可以考虑第三个套餐。那这个套餐呢，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它能在里面最多能搭建100个网站，并且它的储存空间呢是100 GB它比第2个更多。那还有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专属的 IP 地址可以获得额外的一个控制和稳定性让你的网站更稳定。当别人网站出问题的时候那你的网站不会有什么影响。但如果说你用的是这种共享的这种 IP 的话，那么别人网站出问题，那你的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我们就以中间这个为例这里点击选择套餐。接下来我们要选一下你购买的一个时间。首先说明一下你买的越久那越划算，买的时间越短就越贵。可以看到48个月，它每个月的价格是27.99，但是如果说你买1个月的价格是102。那么再看一下12个月的价格是36.77，可以看到我们买48个月算下来是27点多所以说买的越久就越划算。建站的话，肯定我们搭建网站肯定是至少是按年来算的3、5年，或者说前面1、2年可能你的网站没有太多的一个自然流量，但如果说你的网站建得越久当你的网页被谷歌收录的时候呢，那么你的自然流量会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建站考虑时间可以考虑的长远一点。你可以至少选择12个月或者说呢，你也可以考虑48个月。那么48个月可以看到呢，它里面还额外赠送3个月的免费托管，并且还有1年的域名免费使用权。这里呢，我们就有了一个主机，同时也有了一个域名。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订单摘要。有的小伙伴说我买这么久，万一不好用怎么办别担心。那么我们可以在右下角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当你在使用过后如果说有任何不满意或者说觉得不好的地方呢，你都可以在30天之内呢都可以选择退款。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买。点击这里一个继续，接下来填一下你的一个地址。
那么这里有打星号的地方填一下就可以了，其他地方不想填也可以不填，直接点击下一步。这个地址呢，你填一下啊，它也不会给你寄东西过来啊，就填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选择一个支付方式哈，这里有 PayPal， 有 Google Pay， 有一个支付宝。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啊，国内的小伙伴肯定就用支付宝，点击这个。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个继续，这个时候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啊，支付宝扫码支付就可以了。那么这里 Hostinger 呢，它的活动啊随时会变啊，可能你看到的价格和我的略有不同啊，这个也是正常的。这里当你扫码的时候呢，它会按照这个美元，按照实时的一个汇率换成人民币哈，那么你付出去的就是一个人民币。付款成功以后呢，它会往你的邮箱发一些邮件哈，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包括你的一些账单信息呀。那如果说你下次还想再回到我们的 Hostinger 的首页的话，你直接我们来到首页的链接啊。相关链接 Hostinger 的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哈，大家可以去找到链接。来到首页之后呢，直接点击右上角这里登录就可以了。在你付款的时候，它也会要求你注册一个账号，就用你注册的账号登录就可以了。这里我就直接登录进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快速的用 Hostinger 的 AI 来搭建一个网站。我们直接鼠标回到左边，点击第二个网站。我们点击第二个按钮网站。接下来就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平时刚开始的话，我们肯定特别是新手朋友刚开始建站的话，肯定会浪费个3、5个哈。不会的情况下，前面需要拿几个来练手。那你建好的网站呢，你都能在这个中间看到要你就保留，不要你可以直接点击后面的3个点，直接把它删除。如果说你已经有过域名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哈，你的域名没有到期的话，你的网站删除了，那么你的域名还可以接着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的一个添加网站。那这儿我们就直接选择第二个，这里使用 Hostinger 的一个 AI 来建站。接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会出现一个提示框。那么英文不好的朋友呢，可以像小鱼儿一样哈，可以在你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就这里直接点击一个翻译。那它出来的就是一个英文的一个对照版本哈，你可以看中文也可以选择看英文。好，这里第一个就是输入你的一个品牌名称，这里你可以填上你的品牌名，或者填上你的企业、你公司的一个名称。好，这里品牌名称，比如说我这里写一个小鱼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那么这儿用几句话描述你的品牌。那么不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这个交给 AI。接下来我们打开 GPT， 打开一个新窗口，在这里呢，直接给出一个这样的提示语：我想用 Hostinger 的 AI 网站构建器创建一个网站，我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提示词，你能帮我吗？我再给他一些信息，根据以下信息，让他有一个参考，直接发送。GPT 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文本编辑的一个 AI 工具，除了文本编辑，还可以来绘图可以写代码可以写文案、写脚本、写小说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这里如果说你连 GPT 没有的朋友呢，可以直接点击描述栏有一个 GPT 的一个成品账号一个独立账号购买，大家可以直接点进去。那么包括小鱼儿的这个 GPT 呢，都是银河录像局里面直接去代充升级成 GPT-5的它里面有很多相关的工具。那么你可以点开我的视频下方在这里点开一个更多，这里就会有一个 GPT 的一个独立账号购买，直接点击进来它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工具有需要的朋友都可以买，这些都是一些相关工具。没有 GPT 你就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 GPT Plus， 点击购买。建议大家直接选择独立账号这样用起来更安全更省心。那么共享的话容易封号，并且隐私也得不到保护，这儿就直接用支付宝去付款就可以了。完整提示词这个提示词是真清晰这里我复制一下，那我们直接把它粘贴过来。700这里注意一下，它这下面只能是700个字我估计这里应该是有点长了，稍等一下，把删除，我们让它稍微缩短成700字，让它缩短700字太长了，让它缩短成700个字。那么以前的 Hostinger AI 它是不支持一个中文的，现在用中文也可以。好，接下来这里直接从网站定位开始，很详细看一下。
有一个网站定位，有一个核心业务，还有公司优势，还有网站的结构，包括哪些页面可以看到首页、产品页面、物流仓储、合作平台、联系我们，非常的清晰的一个提示词，你自己去想，你可能想破脑袋哈，抠破头你也想不出来。好，接下来就直接点击这里创建网站，可以看到这里正在设置布局，正在调整对齐，正在准备视图。速度很快啊，分分钟的时间看一下，这个就已经生成好了。这个网站我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帮我生成的是一个中文的哈。如果说你想要英文的，你可以在这个提示词里面说清楚啊。它这里是特别支持中英文双语切换的。如果说你想要什么英语啊，想要德语、法语、日语啊，你可以直接在提示词里面注明。那我这儿给到的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网站。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是。这里是我们的公司的名称，高端跨境贸易专家。下面还有一个简洁的一个介绍哈，为你提供优质进口与出口的商品，连接全球市场。那顶部可以看到这里有几个页面，有一个首页，有一个产品中心，还有一个物流储存，还有一个关于我们。这儿甚至这儿还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手机端啊，鼠标回到右上角这儿点击，这个呢是手机端，因为现在很多流量都来自于手机端哈，所以手机端也很重要啊。这个是 PC 端，每个页面我们看一下产品中心再看一下物流仓储、全球布局，每个页面也有对应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可以看到右边这儿哈，有一个，我们先回到首页。右边这里呢有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如果说你希望你的这个颜色是什么色调呢，你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选择啊，它可以帮你改成对应的一个颜色。比如说我想把它改成这个带点紫色的啊，这种感觉，或者说你可以给它改成带咖啡色的，还有这个红色的啊，这个绿色的。其实它个人的颜色稍等看一下怎么样能够，就这个黑颜色的还可以啊，让它和字体有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那么这里没有问题之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点一个继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进入到了这个网站的编辑的页面。这里面所有的地方呢，我们都可以来进行一个改动啊。当你的鼠标移到哪里，可以看到每一个区域呢都是可以更改的。那你想改哪一个区域，那么你就双击它啊，每个地方都是一样，你只要双击它就能改。比如上面这里哈，点一下它，双击这个文本就可以直接在你这里改，可以删除，可以添加。那这里文本编辑好了，如果说你觉得它字体不够大，你可以把它加粗，也可以给它加上下划线。那还可以改，这里可以看到自己的大小，比如说我再给它改小一点也是可以的。选中之后哈，你还可以把它，比如说你要给它变成斜体啊，想让有点设计感，变成斜体也可以。甚至在你可以在这个文字上面加一个链接啊，你想让这个点击这里的时候跳转到哪个页面哈？这里比如说首页、产品页、关于我们啊，可以选择。那么如果说你想改这个文本怎么办呢？同样的，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 AI 作家，点一下它啊，让 AI 帮我们写重塑。那这里直接帮我们重新写了一个高端贸易企业啊。如果说要使用，你就点一个使用。接下来这里可以看到是一个按钮，那么你可以双击它。双击之后，这里就会跳出来，比如说你想连接到哪个页面啊，这儿可以改，比如说想给它可以改到其他的页面啊，你也可以改到什么章节啊，这儿一般我们是在这个按钮上面要加网址的，就选这个网页地址，把你的链接哈，比如说这儿我把小鱼儿的这个链接直接给它加进来就可以了。这里的下面把它选开，在新标签中打开哈，它不会把当前页面冲的没有了哈，就在新窗口去打开。风格这里字体的大小看一下啊，可以让它再大一点看，你可以调动它来改大小。那么边框的颜色看一下，这后面边框颜色，比如说你这个边框变成了红色，看一下啊，这儿边框就把它变成了红色，边框给它改成绿色，边框就变成了绿色。来一点这种带点白色的吧，这个边框。接下来这里就有一个悬停，悬停就是一个背景，看一下我们可以给它背景添加一个颜色。那么这个悬停就是当你的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呢，它会变颜色，看比如说我选了绿色，选个白色的，或者我选个黄色，当你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黄色，看一下
啊，这个就是一个悬停的一个效果。那这里文字的颜色也是可以改的，你比如说你要给它改成红色的啊，这个红色的呢，它也是当放上来的时候啊，它这里会变成一个渐变的一个颜色，鼠标放上去就会变成红色。后面还有一个动画，这里你可以选择让它淡出，也可以选择让它滑动收放。这儿建议大家使用这个默认的动图，大家建议就不要用了，因为它会影响网站的一个速度。正常显示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更改一下这个背景，这上面的这个背景颜色。我们双击一下这个区域，点击这里有个编辑部分。首先一个背景可以看到区域颜色，我们点后面这个黑色。这里可以看到背景，你可以用纯色。这儿就像这种背景，如果说你不想用图片的话，你完全可以使用这种纯颜色的背景颜色。比如说我这里换成其他的颜色啊，那你要换就这样子来换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还是用它默认的一个颜色背景。如果说你不想用这个纯色的，想添加一个图片的背景也不是不可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图片，那这我们点一个添加图片啊，它里面有一些免费的图片，可以看到在后面有一个免费的图片啊，这些图片都是不收费的。比如说我随便选择一个，双击一下，点击添加到页面，那么可以看到它这个后面就换了一个背景了。那这里背景除了你可以用图片之外啊，这个背景呢，你还可以用视频。这里点击右上角这里第3个啊，你还可以用这种动态的，可以看一下这种动态的视频背景图。那么你还可以替换它，你可以去选择更多的一些视频的一些动画。这里可以看到这些免费视频呢，它都是通过 Pix 平台上面找到的一些免费的视频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内容很多啊，比如说这里换一个背景，这儿比如说我换上一个山水画，选择它，看一下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那你还可以调整，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动图哈，你还可以调整它的一个覆盖的透明度，可以拉一下啊，你想让它亮一点，还是可以看到想让它亮一点，还是让它黑一点，这个透明度你可以调。如果说你不想让它太抢眼呢，你就可以把它拉黑一点啊，这种就差不多。但这儿我不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动态的图，动态的图容易引起来卡哈。我们直接其实用图片就可以了，找一张好看一点的图片。这儿我随便选一个啊，大概就这个关于背景的一个修改。这改好之后呢，就直接把它关掉。那如果说你自己有你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图片啊，你直接双击，那么你上传你自己公司的图片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就看一下这些文字，你可以在这里可以直接编辑。你也可以让 AI 给你写。一般首页这里呢，有的它会放2个按钮，可以看我们这里只有1个按钮哈，你可以选择再放1个按钮。再有点击它的一个右键哈，这里有一个复制啊，它就复制出来了一个按钮。复制出来一个按钮，那么你可以放在下面啊，你看你想放哪个位置，可以复制2个，复制一模一样的啊，可以把它拖动它哈，你可以放在任意的位置都可以。每一个区域哈，它都是可以进行独自的修改。可以看到我们能拖动的区域啊，它会有一个网格，看一下啊。那外面你是去不了的啊。那我们的修改范围就是在这个里面，在这个网格里面，你任意放在哪里都可以。那这个你可以对它进行编辑哈，点击这个按钮编辑。比如说你要跳转到哪里啊？那我想让它跳转到产品的页面。这样我们打开这个产品的页面，那我们打开产品页面之后呢，在顶上这里把这个链接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里来啊。当有人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产品页面。这里标题你也可以给它改一下，比如说查看详情。那么这儿可以看到这里，如果说你觉得这里它太窄了，你想宽一点可以，那可以看到这儿我们直接把它往下拉一点就可以了。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往上面收哈，那收到一定收不动了就收不动了，往下拉可以让这个页面让它可以看到都是可以上下拉动的，可以让它变得宽一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区域，看到这里呢，这里有一张图片哈，如果说这个图片你不喜欢啊，想要换一下也可以双击它，旁边这里就会出现，这里有一个我们点击去替换，点击这里免费图片，点击一个贸易搜索一下，可以看到这是它搜出来的一些图片啊。这图片有免费的，这儿你还可以点击上传，你还可以使用它这里有个 AI， 还可以用 AI 来生成图片。比如说我换成这一张，点击添加啊，这儿就把它换掉了，
同样你可以看到它图片里面啊，还有一个风格里面一样的。比如说像这个图片，它要展示什么形状的啊？这儿选择的就是一个圆角单位哈，20×20。那么透明度这里也是可以调，你想把它调暗一点，就可以调黑一点。那这儿啊，它的有全球的信赖品牌合作伙伴啊，这个150，你可以给它改成200家。这个15个合作伙伴，你也可以给它改成35个合作伙伴。下面这里这些要改也是能改的。可以看到每个地方都可以编辑，这里可以看到哈，这些文字这些哈都可以改，想改哪里想怎么改，你根据你的网站的情况、你的品牌情况来改就可以了。还有可以看到这里，如果说你要移动它上下的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移动的。比如说可以看到这儿，它有这里有一个在右上角这有个箭头符号，我想把这个区域往上挪，就点击一下，看一下啊，它就把关于我们移到最上面来了。我把它往下移，点击一下，它就把它移下来了，移到中间这个位置。那关于我们，我再接着往下挪啊，就把它放在最后这里。第二个地方，这里有一个新的任务哈，核心任务这里你可以让 AI 给你写一下，要用它你就点用它啊，太长了，比如说哎呀太长了，我把后面的删除哈，直接在这里删除就可以了。这里的每一个啊，它有一个副标题，那么这里你也可以使用它。这里有一个 AI 作家，你点一下它啊，让它帮你重塑一下啊，在生成好之后直接点使用，非常的方便哈，你都不需再用其他的软件。那么这里图片也是一样，你点一下它，这里直接上面可以看到，直接可以生成图片，输入相关的提示词，点击这里自动创建图片啊，直接就把图片给你建好了，直接就给你换上。那这儿进口业务，比如说我双击一下，我这儿改成一个出口啊，这是进口。这个图片有点丑哈，刷新一下，我点这个来生成一下，直接截个图给 GPT 啊，让它给我写一个相关提示词啊。这下面提示词可以看到啊，直接复制粘贴到这儿，再点生成。它内部类似的它这里生成图片还需要积分哈，可以看到100个积分的话需要29.99，这不是免费的哈。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来生成，好像它内部的这个生成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那么这儿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Leonardo， 那 Leonardo AI 呢，它每天啊，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都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和评论置顶，大家去找一下链接啊，可以在评论置顶区去找到，也可以在描述栏找到。这儿打开之后啊，直接点击这里开始。Leonardo 呢，新手朋友啊，它是每天都会送你150个积分，可以看到今天是150个积分，一般你要做几张图是没有问题。如果说你的作图量比较大，你可以考虑它的一个升级计划啊，它性价比还是很高啊，基础的10美刀就够了。但是一般每天有150积分哈，我们这儿直接点击一个生图，然后把提示词粘贴到这个里面，这里选择一个模型儿，都说最近的这个 Learner Planner 哈比较厉害，让我们试一下它啊，看一下选一下你要生成几张，这儿生成1张。这里直接点击后面一个生成，Leonardo绘图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哈，并且它现在也有了生成视频的一个功能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这个图片稍微漂亮一点，这里直接点击一个下载。那么我们把这个图片上传进来，我直接把这个图片给它拖进来，也可以点击上传进来，点击这儿上传，双击选一下它，那么这里就换了一张图片。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样给你的网站其实改这些方法都差不多的这儿我就不需要再讲一下其他的，就怎么样来增加一些新的元素。可以看到在左边这儿有一个加号，我们直接点击左边这个加号，那里面有文本，有按钮，有购物车，有图片，有相册，有视频。比如说我想在这个区域加一段文字哈，这儿我把文本拖过来，直接拖到这儿可以看到它就在这个位置。那我们来改怎么改，直接点上面这里编辑文本，颜色怎么改这个字体的颜色可以看到在文本颜色，我们点一下它，那我把它改成个红色的或者这种蓝色的，可以看一下直接就改好了。那点编辑文本，如果说这个字体你觉得它太大，你觉得它太大，就这里把它放小一点也 OK。那下面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拖一点，可以看到这条线上这儿有一个像分割线一样的，我们可以把它往下拖，这样它就不至于粘在一起了，让它宽敞一点。
这样子的话，你想要上下左右挪动都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还想在这儿来加一个按钮的话，那么我们再点这个添加元素，拖一个按钮过来这个按钮就加进来了。那么可以编辑这个按钮，按钮的文本这儿你可以直接改一下，联系我们。风格这里看一下它的一个颜色黑色可以改成这种颜色，改成一点带灰色的文本的颜色，那么我们给它改成黑色的这样子就可以了。边框的宽度，如果说你想让它有一点宽度，也可以这样这样就看起来有点设计感了。那么所有的模块都是这样你要改文字就直接改就可以了，都是这种拖拽式的每一个区域你看一下，它其实都可以移动的，它摆的位置不一定是不能动的这些字体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就非常的直观几乎不需要动代码。我们接着再往下看一下。这里有一个邮件，收集你的邮箱，请输入你的邮箱提高询价。这个环节网页的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如果说你收集了很多邮箱你有问题的时候随时可以联系，你有活动的时候也可以随时发。这个邮箱收集、邮电营销，大家在你长期做跨境电商的话，这一块是一定要做起来的。那么这儿就不给大家详细讲如果说想要学习邮电营销的朋友不知道使用什么工具呢，大家可以来看我的上一期视频一款非常好用的自动化的一个电子营销工具。那么这一期视频呢非常的干2个多小时，大家可以来有兴趣的有需要的可以先收藏，后期再慢慢的看。那再往下这里还有一个评论区，这个评论区它这里有点少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给它拖过来一点，复制一下，能不能整个粘贴？我看一下，复制一下它可以上下复制这个地方我刚才复制错了，直接点这儿把这个区域删除。那么我们就一个把它拖过来这儿放2个评价差不多，复制一下这儿可以让 AI 给我们写一下，重新写一个短一点。那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可以缩短，可以加长，我让它缩短一点。OK， 再往下就是我们的一个页脚部分它这里有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布局，可以看到什么 Facebook、IG 这些。如果说你不想放在这儿你也可以看到可以拖动它，比如说你也可以把它拖动到这里来，也可以拖动在这个下面。那这个我们可以往下拖一点，每个区域都可以这样子来修改一下。那这有个可以看到这个社交图标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个编辑，那这里面的链接是系统自动生成的，你可以把你相关的一些社交媒体的那些链接把它加到这个里面来比如说像小鱼儿，我可以把我的油管的链接加进来，复制一下，把它加到这里面。没有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添加新链接，比如说这个叫个 YouTuber， 把相关链接直接加进来。那这样呢，当人家点到这个，比如说点 Facebook 它才能跳转点 IG 才能跳转。如果说你的链接是错误的它这个地方就跳转不了。看一下风格就图标的大小你可以把这个图标还可以大一点，布局可以这样子也可以朝两边这样子。你想要这种朝中间居中还是朝两边的，这里也是一样的你还可以弄一些效果图这个一般不需要，还可以垂直看，还可以垂直显示。这样子排着这样排不好看，关掉它，还是这样横着好看一点。那这里设置好了，图标往上拉。那比如说我想再要增加一个区域怎么办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页面，点一下它，下面有一个添加页面，点一下它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很多相关的一些页面比如说有关于我们的，有联系我们，有服务的，有项目的，有隐私政策、退款政策，还有服务条款，还有博客。这儿比如说我点一个博客它就会把它点击保存，这儿它就把它加进来了你的博客文章，你可以写一些与你的公司相关的一些文章。这儿你还可以再把你公司相关的一些图片给它加进来。那这个区域如果不想要直接把它删除。如果说我们想删除也很容易直接选中这个区域就可以点删除想加一个，比如说还想加一个加一个视频进来这里直接拖一个过来把它放到这个旁边，这个我可以移过来一点。这里点击编辑视频，比如说我再重新上传一个视频进来
那这儿你就直接上传一个视频进来，那这里呢它会有相关的一些设置啊。这个视频你要到哪个链接哈，你要跳转到哪个链接，你可以把链接加进来。那么这里呢需不需要自动播放啊？如果说需要自动播放，就把这个打开。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自动播放，不然的话它会让你网站很卡。是否需要循环把它关闭？那这里有个动画哈，同样这个动效的我们就暂时不添加，这个就可以。那么你可以专门制作一个视频发布在你的油管频道，你可以重点介绍一下你公司的产品，把这个视频给它上传到油管，最后呢复制这个油管的链接呢，把它加在这个视频里面，别人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呢对你的公司有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很多东西不想要，你就直接点删除啊，想要重新编辑的，你也就把它可以删除，重新再添加。那有的区域如果说你不想让它显示，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鼠标往上拉，这里 PC 端有个手机端，我们点开这个手机端，我们往上拉。比如说这个满意度我不想让它显示怎么办？双击啊，这里有个眼睛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把它隐藏起来。那隐藏哪里啊？隐藏桌面还是隐藏移动？那么我们隐藏移动，这样呢就把它关掉了啊，别人呢在这上面就看不到这5颗星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后台能看见，但是他们在前台是看不见的。包括这个哈，我们想要把它隐藏，直接点击眼睛啊，在手机端不可见啊，就这样，它就只会出现这个。如果说不想在电脑端显示，同样你也可以给它关上。那我们回到这个 PC 端，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给我们的网站添加一个联系表单。这个联系表单可能关于这个网站，它需要来访问啊，访客需要访问，需要联系我们，他要给我们发消息，就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页面。我们鼠标点击这个区域不想要，我们点中它，我把它删除掉。我们再点一个加号，那么我们可以来增加一个页面啊，点击这里页面，点击下面的增加页面。那我们需要一个联系的一个页面，这下面点击这个联系啊，比如说就这个就可以哈，一个可以看到一个图表上面需要填写，双击它，然后点一个保存，这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联系表单的页面直接加进来了。这个是自动生成的啊，这个是里面现成的模板啊，你想改也是可以双击一下，双击这里编辑表单，你到这里面来改就可以了。这个表单呢，就是当访客进来填写他的姓名，填写他的邮箱，输入他的一个问题，在这个里面点击提交就可以了。我们鼠标往上拉，可以看到啊，这下面需要你填写一个邮箱，就是当顾客提交表单的时候，那么我们通过哪个邮箱通知你？这里你可以把你的一个相关邮箱给它进来填进来。这里面有一个字段，看一下。它里面1、2、3一共有4项，那么哪一个段是必填的哈？比如说像姓名，比如说像邮箱，比如说信息，这3个是必填的。它这里有打星号，打星号这边自动为必填。如果说你把这个关掉，那么它就不是必填的了。这儿哈，它就可填可不填，所以这里一定要把它填了，必须把它给勾上哈，选择上。这儿大家全部改完之后呢，记得就点击右上角。改过的地方一定要点右上角保存啊！接下来再次回到我们的首页啊，可以看一下大概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些信息啊。你可以编辑你的品牌名、你的公司的介绍，不会写的地方你可以让 AI 帮你写。比如说这里哈，点一下它让 AI 写，你想让它长一点呢，这里就加长一点啊，点击使用。那么在视频的最底端可以再加上我们的版权信息，看一下啊，这儿比如说是你可以改一下。跟你的品牌相关的给它加进去，电话号码、联系方式这些呢，去把它稍微给它改一下。到这儿呢，改这些其实很简单哈。那在正式我们要把它发表上线之前呢，我们还需要有一个动作要做，就是需要改我们的一个 logo。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是我的 logo， 在顶部区域双击它，这里可以看到这里 logo。那这个图片我们先要来替换一下，点击替换，这儿点击一个上传。在我上传一个制作好的 logo， 那这个 logo 哈，再双击一下，选择这 logo 可以看到，这个 logo 呢是我设计的一个 logo， 这个 logo 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品牌形象。logo 可以看到它的大小这儿哈，在下面可以直接，那太小了，我把它稍微改大一点哈，这个样子就差不多。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元素哈，你也可以来编辑一下。显示社交图标这儿也可以来编辑一下，显示按钮也可以来编辑一下。
那所有的都是在这边来改哈，还有一个风格，看一下啊，这个页眉背景透明的，这是一个透明的页眉，文字页眉文字的颜色这些哈，可以看到在这里面都能改。这里说到这个 logo 哈，其实制作 logo 这个是一个很谨慎的事情。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公司的一个 logo， 那么你可以请外国朋友来帮你设计。那这儿给大家推荐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叫 Fiverr， 那它上面有一些专业人士，很多这种专门制作 logo 的这些各种都有啊。你需要什么，你可以直接在这上面搜索。比如说你后期需要报税呀，这些专门有报税的，或者说呢你需要制作 logo 封面图这些它里面都有。那你直接在这里面直接搜索 logo， 或者说在下面这里点开它点击这里选择 logo 的一个设计。那么你可以在下面找一个专业人士来帮你设计 logo， 你只需要告诉他你的一个要求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个 4.9 评分的都是这些1000加的，这些评论都是1000加的，肯定都是非常不错的。一般的话可能也就是20-30美金，那么贵一点的也就20-30美金让他帮你设计一个你就可以一直用。最主要是人家他们设计的这种 logo 是非常的专业。当然这里有些朋友如果说不想花钱，你去找一些 logo 生成器免费的这种，虽然说是不收费但是呢通常它没有一个商业的版权它设计出来的也是平平淡淡的，其实你自己都简单的自己都能设计出来。那因为如果是自己设计，还有说是自己找的那种免费设计的 logo 呢，如果说你后期要用到商业版，用在网络或者品牌上面它这种就有一个法律的一个风险存在。所以建议大家找一位专业人士帮你来设计 logo。这里 Fiverr 的相关链接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也可以去打开来看一下你需要让他帮你做什么其实这里面很多都可以上 Fiverr 上面来找专业人士。好，接下来我们还会到这个 Hostinger 这个编辑页面。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可以看我们1、2、3，这里有几个页面，有联系我们的页面有关于我们的，有物流仓储，有产品中心。那这个是我们的首页一个贸易公司，后面就有点像一个公司大厦的一个样子。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服务这是我们的一些产品展示。那除了这些呢 ，Hostinger 呢，它还会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务。大家都在设置完了之后，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这儿呢还有个 SEO， 这儿你点开它会有一个 SEO 的一个自动化设置。这里建议大家呢可以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它可以如果说这个网站你的 SEO 做得好的话，它容易被谷歌收录。比如说我们这里点击首页，点击这个三角，那你在这里可以生成你首页的一个 SEO， 直接点这个生成，点击下一步。好，这里点击下一步，好了之后再点一个完成。那么你可以一个一个页面来设计一下它 SEO， 再到产品页面这儿一样添加新的关键词。这里有一个 SEO 标题，这有个原描述，点击生成。在每个页面呢，我们都可以来把它优化一下它帮我们生成的这个标题里面可以看到刚才它是有问我们要一些相关的一些关键词，可以看到这儿，比如说这些关键词，点击下一步，里面有相关的一些关键词，还包括了我们公司的品牌还有一些搜索量比较大的关键词。每个页面大家一定都要来配置一下。这里如果说你想更改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些功能这个就像第二个如果说你这个是想要加什么元素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那么这是一个设置的，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设置里面呢，你可以来检查你的手机的一个网站，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机上面看一下显示有没有问题。那还可以来编辑一些标题文本。比如说像这个标题，可以看到在这儿，你可以直接在这里来手机端的可以进行编辑。那也可以更新图片这个图片这儿也可以换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设置里面来改手机端也可以的。还有包括去编辑段落更新社交媒体的图标这儿。那同样可以看到它适用于在手机端、电脑端都可以。只要你选中了，比如说这里要来更新社交媒体的图标，你点一下，这里都能来到这个页面。那如果这里有一个如果说你暂时不想上架你的，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在更新你的标志这里可以点击进来这就是设计我们的 logo 的一个地方。还有优化你的网站以适应谷歌，这里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刚才这里的 SEO 呢，我们已经进行了优化。
那么元素里面就是你想要什么，你可以直接把它拖动过来哈，拖拽式的，非常的简单。那第3个是一个页面，页面哈，刚才给大家提到的，就怎么样把我们的菜单栏给它调换一下位置。比如说我要把关于我们给它排在第2，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拖上来，可以看到就直接排在第2了。那要把联系我们排在第3，直接拖上来，联系我们就排在第3了。那如果暂时你不想让人家看到了，那么这下面这个按钮就先不要打开。如果说你想让人家立马看到你的网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接下来这里是一个风格网站的样式它用了哪些颜色它的字体呢是用的什么字体，可以按钮用的什么按钮这里面可以都能看到。再往下就是一个 AI 工具。它有 AI 图像生成器，还有 AI 作家，还有 AI 的页面生成器有的还是比较好用的。比如说像这个 AI 作家你不想写个什么标题或者是什么副标题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直接点它，这儿直接 AI 作家，让它重新写好了，分分钟就帮你写好了。下面这里呢有一个店铺，给大家看一下。这儿店铺这里比如说我们想要卖一些商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添加一个商店，直接这里点击添加它会自动给我们添加一个可以看到添加一个商店进来。那商店里面呢，它会自动上传几款产品在里面。那么每一个产品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大概的一个样子。那你也同样也可以编辑，可以看到上面这里有一个编辑，也可以编辑产品。这个时候它会直接带你来到这个商店的后台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些问题会问你你想回答就回答，不问答就直接把这个关掉。你还可以来重新来上架产品，可以去上架你的新产品，比如说上传图片、你的产品标题、副标题、你的产品描述你的定价等等这些呢，就把它全部写好了之后，点击这里一个保存，你就可以来添加一些新的产品进来首先它这里可以编辑产品，包括这个布局这些你想要怎么样布局都可以改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这里面可以来编辑，也可以来管理我们的产品。如果说你有商品要售卖的你就把这个商品功能呢把它打开。那接下来就是一个 SEO， 刚才我们去进行了改进的一些页面每一个页面你都可以去进行改进。再往下这里可以看到点开还有一个更多，它这儿有一个预约的一个功能你可以点开它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些什么酒店或者是做的一些什么服务那么你就可以启用这个预约功能它的设置也是在这个店铺设置里面的。那第一个是一个博客如果说你要写一些相关的博客这儿你可以把它开始写博客这里直接去写就好了。其实还是网站可以写一些博客，写一些跟你的品牌相关的一些文章那么这样呢，后期你的网站做的越长久，那你的文章被谷歌收录你就会进来一些免费的流量。那么写博客怎么写呢？其实就很简单就直接用 AI 用 GPT 来写就可以了。这儿比如说我就直接跟他说，帮我写2篇相关的博客文章直接发送给他，让他 GPT 来写就行了。写完之后你自己润色一下，修改一下，基本上就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可以看到从上海到世界这里是可以看第2个是进口消费品欧洲酒庄到北美护肤的品牌之旅这里你可以稍微的把它来改一下，直接去发表你的博客文章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常规设置可以点进来看一下首先一个是网站的图标你可以点开看一下。那么什么是网站的图标呢？那这里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网站它都有一个相关的图标比如说像这个 Ever 它就是一个 F 加一个 R， 那么像这个 Strip 它就是一个 S， 那这个 Leonardo 呢它就是一个老头的这一个头像每一个都有，包括可以看到这个油管它就是一个红色的一个方框，里面加一个播放的一个按钮。那你也可以给你的网站添加一个你直接去点击添加，没有的可以先去做一个。那下面有一个链接预览图片，可以点开看一下。这个链接预览图片呢，整个网站将使用一个通用的链接预览图片。如果你为特定的页面上传了不同的预览图片，那则将使用这些图片，而不是通用的这里就是说在浏览的时候呢，它会预览到的一个图片这里可以去设计一张下面还有这个横幅。下面呢这里就是一个启用一个 cookie， 下面这一个呢就是启用一个 cookie， 启用 cookie 的一个提示词。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打开网站你都有看到有这么一个提示，
那如果说你的网站会有欧洲那边的朋友，那你这可以启用这个 cookie， 因为有的网站可能它要收集顾客的信息啊，那需要你提醒啊，有这个声明。有的地方啊，它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cookie 哈，我们有需要的地方你就直接把这里去给它打开就可以了。那下一个使用这个是一个域名哈，使用3个 W 的一个前缀的域名的一个开头。接下来这里应该接下来这里就是需要你去连接你的域名。这里其实我们在建站的时候呢 ，Hostinger 它会给我们一个临时分配一个临时的一个域名。这个临时域名呢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长久的一个域名。那么我们也同时可以在这个右上角这里有写连接你的域名，需要去更改域名。这里如果说你可以看到这里啊。如果说你是购买了1年以上哈，比如说12个月、1年以上呢，它这里都会送你1年的一个免费域名的使用权。也就是说，第1年呢，你的域名是不需要给钱的啊。如果说第2年呢，你的网站再继续的话，你就直接续费就可以了。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在下面哈，可以看到这里来搜索一个域名，也可以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啊，直接来啊，你可以去 Hostinger 的后台啊，如果说已经买过了的话，你就去 Hostinger 的后台来去获取一个域名。那么免费的哈，买了1年就直接免费申领一个就可以了。那这里把你的域名给它点击这里把它连接啊，去把你的域名加进来。好，这里提醒一下，这个域名啊，连接好域名之后呢，一般需要24小时左右的这个域名才会生效。因为域名哈，它有一个解析的一个时间哈，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的等待。没成功之前呢，我们还是可以使用临时域名。可以看，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机端的一个效果啊，这是 PC 端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如果说你的店铺里面它是有售卖一些东西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需要去设置一下我们的收款。好，你可以直接找到这个店铺这里，点到下面的，这里有个管理店铺，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是进来之后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可以看到最下面这有个设置，设置里面有一个 payments， 也就是有一个支付，直接点击进来。这里我们就需要它有支持2种支付方式。第一种可以直接去连接你的一个 PayPal 账号，那账号呢，这里的 PayPal 账号指的是连接 PayPal 的一个商业账户哈，就相当于是一个企业账号才可以进行收款。如果说你是个人的，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那么第2个方法就是去连接你的Stripe 账号。这个Stripe呢，它是在非常主流的一个收款方式，它几乎是可以实现一个全球收款，那不管你是什么币种，最后它都能给你换算成1种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国的一个支付宝、微信一样建议你呢可以来申请一个Stripe的一个收款账号，来进行一个全球收款。但是呢，Stripe呢目前它不支持中国大陆地区进行注册，也就是说呢，它不支持你用中国的公司去申请。但现在呢，有一种方式可以替代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个美国公司，用这个美国公司去申请一个税务账号大家不要一听到美国公司就觉得很麻烦其实这里专门有一个代理机构它的名字叫 Lawflest， 也可以叫做西北注册代理它是一家相当出名的一家注册代理。你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呢去申请一家美国公司这里可以看到最低呢只需要$349就可以搞定而且呢你不需要去美国你在家就可以申请一家美国公司。这个呢具体怎么样操作怎么样去申请这个Stripe账号？之前小鱼儿有分享过一期用美国公司去注册申请Stripe账号的一些教程，那么里面有讲怎么样去申请这家美国公司如果说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大家可以去我的描述栏找到相关的一个链接，那这儿我也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Hostinger AI 建站的后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 AI 真的非常的强大，它不仅可以快速的帮我们搭建一个公司网站，还可以集成一个预约功能，还可以在上面销售电商产品，几乎是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所有的功能那 Hostinger AI 呢，目前呢其实用这个 AI 建站呢还是非常不错，而且它操作真的非常的简单。这里所有相关链接 Hostinger 的一个 AI 的一个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那么想要快速建站的，不想花太多时间建站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那如果说你是零基础想要做跨境电商如果说是你是零基础想要来自己搭建一个自己可控的一个网站的，那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那么是一期电商独立站搭建手把手的3.5小时的一个教程教你从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站这儿所有相关链接大家都可以在视频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区找到。那么有任何问题呢，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也可以加入小鱼儿的一个知识星球，我们可以一起交流学习。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拜拜。